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准确率最高的未来人预言。你相信有未来人吗？一位自称是来自于2058的未来人呢，再度发声，他带来了对于2025年的最新预言。他预言呢，2025年上半年呢，将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未来人说呢，2025年呢，将会比2024年呢更糟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随着现在网络的发展呢，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自称于来自于未来的神秘人。在2020年的一个海外神秘的账号呢，居然突然走红，并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在短短的10天之内呢，就超过了50万的追随者。这是一个日本的名字，他没有设置任何的图片来作为他的头像。介绍栏里呢，也只是留下了简单的一句话：我来自于2058年。那有网友就问他说那2058年哪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最强呢？他给出的回答是，如果单看 GDP 的话，那么中国是世界第一，而第2名呢是美国，第3名呢是印度。那网友继续问道，在2058年是否已经证实了外星生命的存在呢？他说外星生命早已经存在于太阳系当中了，这在你们的时代不远就会现身的。他呢被网友称作是日本最准确的未来人，因为2058未来人说自己出生于2034年，曾就读于东京国立大学工学部的建筑专业，并透过时空传送装置呢，于2019年的12月呢抵达当时的社会。虽然时间旅行可能是尚无科学证据的，但他在 X 平台上的预言呢，让他成为了社群媒体的热门话题。因为2058未来人呢预言了40件左右的大事，基本呢全部精准验证了，这在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回响。他曾经的精准预言有他说2020年的3月份呢，全球股市会因为口罩问题呢大跳水。一些网友当时就上网搜索关于股票的信息嘛，于是才发现了他在2019年的12月15日就已经写了日经指数在2020年的3月暴跌，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得救。那提前3个月他居然就已经预言到了，所以慢慢的就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个账号，也就发现了他的一些其他的预言居然也都很准。比如他说的第一条推文写的就是东京奥运会呢，日本会获得27枚金牌，这是在2019年发布的。那个时候的东京奥运会还没开呢嘛，他就已经说出了金牌数，而且日本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呢是16金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嘛。东京奥运会是推迟了1年，而且日本呢当时确实也获得了27块金牌。就连东京奥运会会推迟呢，他也提前预言到了，而且呢几月几号呢都跟你说得非常清楚。他还预言呢安倍将于2020年的9月辞职，接替他的呢是当时的内阁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果然呢也都应验了。但是安倍被刺杀这么严重的事情居然他没有提，难道他是怕改变历史吗？如果安倍没有发生事情的话，是否会影响到他的2058年崩塌呢？也许这样就会产生新的时间线，这样呢他也许就不能够回到2058年了。所以当他在谈论未来事件的时候呢，他一定是有所忌惮的。因为霍金曾经就有过一句话嘛，他就说如果人类有机会来一趟时空旅行的话，可以自由的对过去的世界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时空呢也会相应的进行自我调整。还有网友就对他提问说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2058就说呢，我是开发时间机器团队的成员之一，在这个团队里面呢总共有13个人，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中国日本，而我呢被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因为开发时间机器的钱呢我们都是借来的，所以我被安排穿越回到2019年来偿还开发的资金。那网友就继续问到说，那为什么选择了你呢？那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为什么没选呢？他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父母从2019年到2058年之间从来没有搬过家，而且我知道父亲去世之前的这个账户密码。而2058年的团队计划就是用我父亲账上的钱来购买1400枚以太币，将硬钱包呢埋在我父母的花园里面，并计划呢在2058年呢把这个钱包挖出来，这样呢就能够完成一个闭环，能够让我们在2058年呢来偿还开发时间机器的费用。如果这个未来人真的是来自于2058年，那么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他所提到的以太币呢在那个时候可能是非常值钱的。那有人会问在2058年比特币的价格是多少呢？他说1枚比特币就等于现在的7.8亿日元，但是在那个时代交易所只允许卖不允许买了。
所以现在的7.8亿日元相当于500多万美金，而现在我们比特币的价格是4万美金。看来比特币在未来呢也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取得新的比特币的管道会遭到限制，或者说比特币本身的特性呢已经不再适合交易了。又有网友提问说2058年的这个 iPhone 长得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呢会有和 iPhone 类似的产品出现， iPhone 呢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呢？他说我们当时的那个手机的厚度呢仅为2毫米，就像一张银行卡那样大小，放在钱包里面了。毕竟屏幕变小了嘛，所以很有可能使用的是 AR 虚拟屏幕来操作了。那有人又问，未来会出现飞行汽车吗？他说飞行汽车已经出现了，但是只能用于城市郊区和农村以及偏远的岛屿来使用。而且飞行汽车呢，其实在深圳已经开始启用低空经济飞行了。有个看新闻说就是深圳、珠海两地呢，低空飞行汽车呢已经在试飞了。那未来人还说呢，在2058年日本汽车行业活下来的只有2个品牌，就是丰田和本田，其他的呢都渐渐消失了。他说他们都被电动汽车所取代了。那有人又问，这个时代还有啥怀念的东西呢？他说塑料瓶和出租汽车。那就说明这2样东西在2058年是没有的。而塑料瓶的话消失可能是因为环保嘛，但是出租汽车消失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飞行汽车而把它替换掉了呢？也就是说大家以后出行呢都不会打车了，而是网络下单打飞机了。就像宇哥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深圳那边就已经可以网络下单打飞的了，你知道吗？但是预约呢还是很满的，就超夸张的。那在2058年呢，有人问便利店是什么样子，他说商品的种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区别是绝大多数的商品呢都是无人商店了，都是通过手机支付快递到家。那这种无人商店的模式再加上 AI 机群送货上门，其实这种售卖方式现在已经初见端倪了。比如在深圳呢，宇哥就亲眼见到了无人机送外卖和送快递的场景。而且现在我们最新的一些4代住宅已经就是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个无人机降落送外卖的一个平台了，知道吗？就真的是建了一个无人机降落的阳台给你。就是现在最新一代的住宅已经在建了，在珠海这边已经有一个项目是准备在开卖了，就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无人机降落的平台哦。那有网友又问说未来的厕所和现在的厕所有什么区别吗？他就说未来的厕所呢，在2058年是可以通过你的排泄物来检测身体健康状况的，并且呢启动自动通知你的医生，就是说如果你检测到身体有问题的话，是自动通知医生的来联系你了。那有网友又问如果你没有办法回到未来，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我们是准备了应急计划的，如果我真的回不去了，我就计划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活到2058年，并为时空机器的开发成员提供信息。但是有意思的是，他说我是在2034年出生的呀，就是如果说他活到2058年的话呢，这个世界将会同时存在2个他。那这个未来人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的历史的解释和实际场景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唯一可能解释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呢已经被篡改过了呢。而未来人还说呢，在2050年呢，世界将建成一部太空电梯。这个计划虽然对我们的现在来说很难，但是对于2058年呢，他说就像是坐一趟火车一样容易了。他还说关于太空移民，未来人将从地球向火星漫游者呢发送大量的虚拟货币，用于太空上的虚拟消费。因为马斯克的火星计划呢是让人类安全便捷的移民到火星嘛，并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的社区。那一旦社区建成了，人们都过去了，数字货币呢就是未来交易的肯定是首选，不可能带一些纸币过去或者是黄金过去。那未来人还说2030年呢，来自于太空的电磁脉冲攻击呢，被认为是非破坏性的最大威胁的武器了。而届时呢，龙国与美国呢，太空军将会在太空起冲突，成为新的一个世界焦点。那又有网友问说，未来还有哪些食物会消失呢？未来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花蛤、扇贝、生蚝都会消失，就都是贝类嘛。他说是因为在2058年呢，我们很难再吃到没有毒的贝类了。那这一条推文就刚好对应上了日本排放核废水的那个事件嘛，因为整个排海计划至少要维持30年，就跟他的那个穿越来的时间又对得上。他还说到2051年呢，日本最后一个核电站北海道核电站呢将会停止运行，而福岛的拆除成果呢也得到了海外高度的评价。
所以日本会号称他们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退役了，然后就成为了日本引以为傲的一个出口产业。未来人还说呢，在2058年呢，办公室里的文员工作几乎都全部消失了，工作自动化呢将扩大到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人类。他说未来呢有83000个工作岗位呢将在5年之内消失，而多达2600万个文书记录、保存和行政的工作呢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所以未来的5年呢，走下坡路最快的岗位呢，竟然是办公室的白领文员，例如银行职员邮政职员文员、秘书等等。未来的银行，他说都是网络完成所有的事情，大家没有人跑银行办事了，基本上。而在2058年呢，因为少子化而导致了劳动力短缺更加严重了，所以他说 AI 自动化的进程呢会继续扩大。而且未来人还说呢，未来的人工智能呢将会与我们人类的集体智囊团呢相互竞争。人类会认为呢，人类的集体智囊团会高于 AI， 实则呢，他说 AI 将会替代所有的一切。那有网友又问了，说未来有哪些娱乐的方式非常流行呢？他说未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搜索引擎叫做时间冲浪，它可以实现重现过去任意时间段的搜索的结果。就比如说我可以搜2010年微博上网的一些信息，就假装我又回到了2010年进行上网的那个感觉。他说这是互联网上的一种无尾时间机器，他说届时会受到非常多老年人的欢迎。确实老年人都比较怀旧嘛，而等到2058年的时候，看这一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也都已经渐渐步入了老年生活了，所以我们一定也会想要回到2025年，再感受一下当时年轻的时候我们上网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未来人也提到了说，在2039年呢，龙国呢将会有14亿人可以看到油管了，也就是说在14年之后呢，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无障碍的在网上冲浪。那有人又问，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病毒还会再次发生吗？未来人说之后会出现一种以猪为中心的病毒，叫 SARS-CoV-3， 它将在2030年的中期开始爆发。然而这种病毒呢会得到及时的处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教训了，所以人类将损失呢降到了最低。那有人又问，未来富士山会不会爆发呢？他说富士山不会爆发，但是有其他日本的火山会爆发，比如说石胜岳、伊豆大岛。他说还会有特大地震呢，会发生在2037年的1月，就是在日本的冲绳。而同年的8月呢，会再次发生余震，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件，那可能是一场非常大的地震。而且未来人还说呢，在2058年日本的经济会衰落，原因呢就是因为汽车工业的衰落而导致的。相反呢，他说脱碳和高科技农业渔业呢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他说在2027年呢，我们都将开始尝试呢只使用数字货币了。未来人还说呢，在2025年呢，会有多起特大自然灾害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他说会有地震、飓风、海啸，至于在哪里发生呢？他说他不能说。他说他怕改变历史而导致自己的世界改变，这样呢他就回不去了。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每当一场巨大的灾难过去之后呢，往往会出现一个人心向善的时代。人们会变得更加的富有同情心，更加的珍惜资源，也更接近于神的那种精神的一个思想状态。未来人2058就说自己会于2020年的9月29日呢离开这里。然而在2020年的这一次呢返回他说他离开居然失败了，被滞留下来了。他说他必须要等下一年的9月29日呢才能最后尝试一次离开。难道就是因为他之前的预言透露了太多的秘密，而导致了他这一次回去的失败吗？那在滞留的这1年当中呢，他又发表了4个预言，然而这4个预言呢也全都命中了，令日本的网民都非常的深信他就是真实的一个未来人。那果然呢，到了2019年的9月29日呢，他的平台账号呢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所以大家觉得他是真正的未来人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